乡下婆婆带着小叔子来城里投奔我们，我好吃好喝招待着，不料她只会偏心小儿子。我做好的饭菜全给小叔子吃就算了，还让我把主卧让出来给小叔子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姐，你看见我内衣了吗？我妹妹孙如刚洗好澡出来，双瞳碱水，肤若凝脂。1个月前我爸妈工作升迁，移居外省，为了不影响上高3的妹妹备考，只能让她寄住在我这儿。老公顺嘴把这事儿告诉了在老家的婆婆，她立马就带着小叔子来城里投奔我们。这房子是爸妈全款买的，140平的小跃层，妹妹来住也无可厚非。可住进了婆婆和小叔子之后，就有些拥挤。此刻小如头发湿哒哒的往下滴水，白色的衬衫更是遮不住她姣好的身材。你先回去，我去给你拿。我家衣服平时都晒在阳台上，我没多想，就准备去帮妹妹拿衣服。可我刚到阳台，就碰到了我小叔子。高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握着一条粉色内裤。嫂子，妈说下雨了，让我来帮你们收衣服。我十分不悦，立刻走上前，一把抓回我妹妹的贴身衣物。高亮神色坦荡，丝毫没有被抓包的窘迫。我看着外面毛毛细雨，狠狠地唾弃了一下自己的龌龊心思。其实也不怪我这样想，高亮都快25了，还天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前年我回老家的时候，见到了他所谓的女朋友，是一个非主流烟熏妆的女人，只在家里待了不到1个星期就跑了。从那以后，高亮带回来的女人都大同小异，每次回来都要狠狠地敲诈我婆婆一笔钱。别淋着了，衣服我自己收就行。高亮离开之后，我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件衣服，还好没有别的东西。然而等我把衣服拿到2楼准备给妹妹时，却看见高亮站在我妹的房门口。你在看什么？嫂子，我路过这，我哥说找我有点事儿，他磕磕巴巴说了句话，就往楼下跑。我把衣服送进妹妹房间，仔细帮她锁好门才离开。这件事我也没放心上，因为晚上老公跟我说，他确实找高亮说事。我老公帮小叔子找了份在工地的工作。对于找工作上班这事儿，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婆婆年纪大了，小叔子还不思进取，媳妇娶不上就算了，还一直啃老。将来婆婆他们老一辈的被啃没了，剩下的无底洞，只能我老公这个当哥的来填。我可不想做这个冤大头。由于小叔子找到了工作，第2天婆婆买了一大堆食材回来。来了这么些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婆婆这么破费。小云啊，你给阿亮准备点饭菜，他第1天出门干活，可不能饿着。呵呵，原来是买给小叔子吃的，这心可真是偏到太平洋去了。这老太太一贯会做表面功夫，刚跟高爽刚处对象的时候，对我百般呵护，有一个疼爱自己的老公和一个明事理的婆婆，我头脑一热就答应了她的求婚。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被驴给踢了，才会相信她的鬼话。对了，阿亮喜欢重口味，你多放点调料。婆婆扭着腰坐在沙发上当起了监工，丝毫没有出手帮忙的意思。我想着，反正我和老公以及一会儿放学回来的妹妹也要吃，就忍了。可没想到，我辛辛苦苦做好的热乎菜，一下子被这老太太全盘端到了高亮的卧室。儿子，快来尝尝妈给你买的菜。我那叫一个生气，正要开口回对，我妹妹回来了。我妹妹中午就1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，等会儿还要赶回去上课。我也顾不得对婆婆，
赶紧带着小茹去外面的小吃街随便对付几口。可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婆婆居然又开始数落我：小云啊，不是妈说你妹妹中午随便在家对付2口就行，阿亮不是有好多吃剩下的菜吗？还出去花钱吃饭。女人会节俭，日子才会旺。好家伙，自己抢了我辛苦做的饭菜，还数落我不会过日子，还真是不要脸到家了。但想想她毕竟还是老公的妈，我忍了，没对她说重话。毕竟老公高爽对我还是非常体贴的，而且婆婆和小叔子总不可能在这儿住一辈子，再忍一段时间就过去了。我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，刚想回去躺一会儿，却又被叫住了。算了，在外面吃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妈就不说你了。小云啊，你顺手把碗刷了吧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悠闲地剔着牙齿。按照她的意思，洗碗还不能用洗碗机。我忍无可忍，看了她一眼，没想到婆婆嘴里塞满了东西，手上功夫也没停，才一会儿功夫，满地的瓜子壳。妈，我不是给您买了垃圾桶了吗？这带着口水的瓜子壳儿粘在地毯上，非常难清理。怎么，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了？儿媳妇嫁过来就是伺候老婆婆的，我们村里哪家媳妇像你这么娇气？说着，她又要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。我可吃不消她那一整套，赶紧开溜，借口我还有事，出门避一避。可我没想到，晚上我回家，婆婆竟然又开始整骚操作。我刚回家，婆婆就跟我说：老二上班累，你跟老大搬下来伺候我，让他在楼上好好休息。我直接没好气地告诉他，楼上小茹住着，高亮一个大男人，得避嫌。妹妹是我唯一的底线，我必须牢牢守住。那个小丫头骚气得很，巴不得阿亮过去呢。这话一出，把我气得半死，当即就要跟她理论。可婆婆直接甩出一句：东西我都搬好了，你老公也同意，你不搬也得搬。老婆，楼下房间挺方便的。老公拉拉我的衣角，示意我别跟他妈争，反正他们住不了几天就得搬走。这母子俩一起唱双簧，直接就把我们的主卧给让出去了。我看着楼下那窄小的卧室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高爽劝了我大半天，见我还不松口，就说：你要是嫌小，去楼上跟小茹睡也行。我当下就从柜子里拿了几床被子，打算去楼上跟我妹妹睡。老婆，你忍心吗？老公可怜兮兮地抱着我的腿不肯松开。高爽是知道的，只要他露出这个表情，我就无法拒绝他。气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暧昧，我们2个胡闹了好一阵儿啊，直到楼上的卧室传来了我妹妹的声音。我赶紧推开身上的高爽，往楼上跑。我进来的时候，高亮只裹了个浴巾，把小茹死死地抱在怀里。我使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他的手给掰开。姐，我本来是来主卧找你要资料费的，没想到他……小茹哭得梨花带雨，吓得直往我怀里钻。我婆婆忌讳我给家里人花钱，所以每次小茹要钱，我都让她直接来卧室拿。今天也是我昏了头，没来得及告诉她换了房间。嫂子，我喝酒喝糊涂了，晕晕乎乎的就抱上了。我看向高亮，他眼神清明，细扁的眸子里毫无醉态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看你干的好事。老公后知后觉，直接给了他一个巴掌。我看着高亮脸上高高肿起的脸颊，也不好再说什么责备的话。小茹，你暂时和姐住楼下，让你姐夫他们住楼上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把老公的衣服给扔到了楼上。不是我想出让主卧，而是高亮在我的床上躺过，我嫌恶心。小茹，以后姐姐不在家，
你自己不要上楼。妹妹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神儿，颤颤巍巍地点了个头。好在她学业重，低落的情绪持续了几周，就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情。可这天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姐，你快过来！这天我刚回家，小茹就火急火燎地拉着我往卧室跑。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闻到了空气中一股淡淡的腥味。走近一看，一枚小雨伞正安然躺在我妹妹的课本里。屋里加上浴室，一共7、8个散落的小雨伞，十分恶心。把你姐夫给我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狐狸精这么有本事。老婆，我冤枉啊！高爽一口咬定这东西不是他用的。我刚才也是被气昏了头，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想想，这尺寸好像不太对。我老公为了自证清白，一股脑的把家里的存货都找了出来。高爽有一个特殊的小癖好，那东西只喜欢草莓味，你说会不会是？我心里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现在急需得到证实。我去问问。高爽也反应过来，咬牙切齿地上楼了。我刚走进门，就看见小叔子顶了顶胯下，还带着炫耀的口气跟他哥说：“是我用的，猛吧？”我顿时火冒三丈。高亮，不要带其他人在我的床上瞎搞。一想到他在床上干的那些事儿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事都发生了，你能怎么着？高亮这欠揍的声音让我的怒火直冲天灵盖。你给我滚出去！这房女子是我爸妈的，我现在不想让她住了。高亮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，走到楼下客厅，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坐着。孙云，你敢欺负我儿子？我婆婆一直听着动静，在我说要赶走他儿子后，直接冲出来把我推倒在地上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想到一向体贴的老公这次直接越过我，拉起了我婆婆。我的心瞬间凉到了谷底，撑着身子站起来。我匆忙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当天晚上就带着我妹去住了酒店。这下我老公慌了，当天晚上就追出来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”我没理他，必须得让他长个教训。一连几天，高爽都会来酒店哄我。他说他妈知道错了，他也把弟弟赶出去住工地宿舍了，还重新买了主卧的床。老婆，妈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这是他给你的赔礼。高爽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戒指，还有一个金镯子。结婚时，婆婆就承诺给我3金，可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，公公开货车撞死了人，家里赔了一大笔钱，最后公公还自杀了，所以承诺我的3金也没买。这下知道给我补偿了。老婆，阿亮也知道错了，长嫂如母，你多体谅一下，夫妻感情也是需要维护的，老是这么分居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婆婆他们肯让步，我自然不会揪着这件事不放。高亮离开之后，婆婆也变得勤劳了，虽然烧得满满一大桌子菜是为了她儿子，但我和妹妹总归能沾光吃上点。而且最近婆婆没作妖，我工作也很顺利，升职当了经理，职位更上一层，更大的业务也随之而来。公司有一笔上亿的单子，老板点名要我去对接。这个大单要是谈成，我能拿到几百万的提成。老公，这单要是成了，我们就能买一套房了，还有你喜欢的跑车也可以安排上。我把这件事跟我老公说了，高爽当即举着双手双脚赞同我去出差。这半个月，你可要帮我照顾好小茹。我吩咐老公，高考在即，我妹放心不下妹妹，包在我身上。高爽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这下我才放心出差。我这一去临市就是2个星期，经过2个多星期的磨合，
甲方爸爸终于同意把单子交给我们公司。当天晚上和甲方签约的时候，我的手机一直在震个不停，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快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签约一结束，我赶紧回了电话：“姐，你快回来吧。”电话那头，妹妹哭得撕心裂肺，让我回去。我赶紧买了回家的机票。当我赶到家的时候，小茹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我看到她脖子上露出的痕迹，心里隐隐不安。他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被高亮侵犯的时候，姐夫就在外面看着。听到这话，我如遭雷击，都怪我鬼迷心窍，为了那点钱，把我妹妹一个人放在家里。小茹跟我说，我走后的第2天，婆婆就把高亮从外面接回来了。而且高爽说的他弟弟搬去员工宿舍也是谎言，是婆婆王华兰拿着私房钱供他住的旅店。知道高亮回来的时候，小茹最开始都不敢回家，一直留宿在学校和同学睡。可谁知道昨天晚上回家准备考试用品的时候发生了变故。他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看着我被那畜生？小茹哭得撕心裂肺，甚至还有了轻生的念头。我抱着她安慰了很久，又送她去医院检查，所幸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小茹心里留下的阴影却有可能伴随她一辈子。想到这些，我既愧疚又愤怒。那是我血脉相连的妹妹啊，他们怎么敢？这怯懦的丈夫，恶毒的婆婆，还有那个不干人事的小叔子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内容。既然要展开报复，就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我回来带妹妹去医院的事没告诉任何人，所以我回家的时候，老公以为我出差刚回来，问我，老婆，出差顺利吗？小茹怎么没回来？高爽眼神闪躲地看着我，想要打探我知不知道小茹的事情。我压住心里的恨意，勉强扯出一抹笑容。小茹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是考完试就直接去我爸妈那儿，不回来了。我随意找了个借口，让他们相信我并不知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高爽摸了摸脑门上并不存在的虚汗。嫂子，这时高亮那畜生也在叫我，他丝毫没有干坏事的愧疚感，反而还吊儿郎当，一如从前。我狠狠地掐了下手心，忍住了想要扇他的手。呵，珍惜现在的舒服时刻吧，从明天开始，他的人生就要一直走下坡路了。我先是跟高爽说谈的合同出了点问题，不但拿不到奖金，我也被开除了。他立马垮下脸，垂头丧气地回了房间。其实奖金早就到了我的私人账户，我要用他们让高亮坠入地狱。嫁进他们家这么多年，我知道高亮一好色，二好赌，于是我找到了他经常去的那家赌场的老大，把现金放在了他面前，让他帮个小忙。事情办妥之后，你不仅能拿到这些钱，还能收获一个一辈子为你打工的人，一来一回可是几百万的资产。这稳赚不赔的买卖，聪明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很快，高亮便走上了我替他铺好的去地狱里的路。按照我和赌场老板的约定，高亮在赌场的第1天就赢了10几万。殊不知，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这天我才回去，就听见客厅里高家3人在喊买，捡最贵的买。我看着这3人的丑陋嘴脸，撇了撇嘴，哟，这是买彩票中奖了。为了防止高亮这个蠢货解释不清这笔资金的来源，我非常善解人意地帮他想了个说辞。对，高亮还沉浸在一夜暴富的美梦中，殊不知他胡子拉碴，一脸虚样，看起来非常恶心。
当天，他们就决定去 4S 店看车。高亮把脚踩在了 4S 店最贵的那辆车座上，吃相非常难看。王华兰更是满脸神气，贬低的话脱口而出：有些人啊，就是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这台车。我朝着销售人员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刻拿出了一份购车合同。我早就提前打好了招呼，提高了车的价格。高亮手里的钱还不足以全款购买，不好意思，您的余额可能不够。这下王华兰母子的脸色立马青了。我跟看猴子似的欣赏着他们来回变换的脸色，十分贴心地提出建议：那就先付定金，反正阿亮最近走运，说不定明天还会再中。是啊，得付定金，否则这台车很快就被别人买走了。导购看着我的眼色，眼疾手快，直接刷走了卡上所有的钱。神气什么？我们明天就全款买了。临走之前，王华兰还骂骂咧咧，我内心无比鄙夷。神气吧，你们也神气不了多久了，到时候美梦破碎，可不要哭鼻子。看着高亮一夜暴富，还订了豪车，高爽也心动了。他没跟我商量，就把工作给辞了。老婆，咱家还有钱吗？他现在已经被高亮成功洗脑，打算拿上全部身家孤注一掷。这样的场面正是我喜闻乐见的。我没有任何犹豫地拿出了他的全部积蓄。等他们走后，我给赌场那边打了个招呼，让他们推迟几天再开张。当天晚上，兄弟俩铩羽而归。这两个人还真有毅力，连着蹲了好几天才熬到赌场开门。我在暗处全程观察着他们。刚开始的局势非常好，不到半小时，他们就赚了好几百万。可是人的欲望哪能这么容易满足？还有更大的钩子在后面等着他们。高亮可没有他哥这么瞻前顾后，直接把他们今晚赚的钱全都压在了最后一场，赢了就是资产变5倍，好几千万。看他势在必得的样子，我非常好奇，要是输了，这哥俩会是什么表情？结果出来的一瞬间，全场欢呼，庄家赢，不可能，都是老子的钱。高亮双眼充血，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骰子，明明那么顺，肯定是你们眼红我，出老千了。兄弟两个紧紧地抱住桌上的筹码，不肯相信是这个结果。我看时机成熟，让这里的兄弟出去撑个场子。一群标头大汉跟捏小鸡似的，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。不想缺胳膊少腿的，明天就把钱给带过来。保镖们往地上啐了一口，把人扔到了马路上。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，我内心只觉得无比舒畅。老婆，你照顾好吗？我有点事儿要去外地一趟。我刚到家，就看见他们鼻青脸肿的拖着大包小包往外跑。天杀的，我的养老钱被那个王八蛋给偷了！王华兰一把抓住两兄弟，不就是20万吗？等过了这一阵子，我翻倍给你。高亮这个蠢货，还没等我婆婆怀疑，就已经露馅了，天天就知道哭。要不是你们没本事，我才不会去赌呢。我被他这话给气笑了，不学无术还怪别人，把钱给我要回来，你不能走。王华兰还想着他的钱，就是不松手。不好，拉扯剑，赌场的人已经过来要债了。没错，我把地址给了他们。高爽看到人，慌不择路地往外面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别打我，都是他的错。去找高亮。高亮一听哥哥把自己卖了，眼光都能杀人。只可惜这兄弟俩可逃不脱几个大汉布下的天罗地网。高家兄弟被抓到了不说，还被一顿胖揍，最后在我的示意下被套上麻袋，带上了面包车里。为了演戏演全套，我也假装被带走。
等把他们带到偏僻的仓库以后，赌场大哥递给我一根铁棍，先废你一条腿，下次跑之前掂量掂量。大哥的手下凶神恶煞，说出台词。我拿着铁棍，一下一下地敲在高亮这畜生的腿上。这样的人渣，无论怎么用力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高亮的嘴巴里提前塞上了抹布，他现在跟个蛆一样，疼得在地上扭来扭去。我还特意把小茹从疗养院带过来，让她亲自报仇。小茹眼里充满恨意，浑身发抖，使劲往高亮的裤裆里踢，血水混着尿一起流下来。地上的人挣扎得越发厉害，直到疼昏过去，我们才肯停手。告诉你们，限时1个月还钱，还不上，后果你们晓得吧？赌场的大哥凶神恶煞地把这话说给高爽和他妈听，母子俩早就吓得屁滚尿流，一个劲的点头答应，还跟人家签了合同。由于兄弟俩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高亮即使是伤口化脓，也去不了医院，整天躺在房间哀嚎。高爽辞职后也找不到工作，眼瞅着1个月的期限快到了，还钱的前一天晚上，婆婆把我叫到了房间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阿云啊，你先把你父母的这套房子卖了，给家里应急。”王华兰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，高爽也在一旁无耻地附和：“对啊，再加上买车付的定金啥的，先还上点儿，我们俩省吃俭用的，奋斗几10年也还完了。”我快被高爽的无耻给气笑了。有钱的时候没想给我花，现在倒要求我跟他共苦，一起还账了。我没理会他说的话，直接上了楼。妈，我们现在就去4S店。我看了眼墙上的钟表，晚上12点。他们还真是能闹腾。高亮已经烧到意识模糊，而这些最亲近的人却想着去要回定金的10几万。这一家人眼里果然还是钱更重要。可他们当天没仔细看合同，定金和定金差1个字，结果千差万别。单子上写的是定金，一旦付了，概不退款。要想让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，就只能补全尾款。唯一一个反驳的理由就是死咬4S店是重大误解导致的消费。但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当天销售人员可是什么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怎么闹也没用。果真，婆婆他们碰了一鼻子灰之后，被人直接扔了出来。眼见定金退不了了，他们唯一的希望落在了我身上。小云啊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去卖房子？王华兰也学精了，整个家里就剩我还有利用价值，现在就紧紧地扒着我，恨不得立刻把我带到二手房交易市场。也不是我不帮忙，家里有个快死了的，能不能卖出去还不一定。凶宅人家也不敢买啊。我故意拖延时间，要把他们逼到无路可走。王华兰脑子一转，当即决定把他最爱的小儿子给扔出去。外面下着淅沥沥的大雨，恍惚间，我好像回到了小茹受欺负的那天晚上。我就这么看着他们母子2人用床单裹着高亮，把他扔在了天桥底下。儿啊，你可不要怪我。我婆婆左顾右盼，生怕有人看见。老婆，赶紧走。回过神来，高爽拉着我和他妈就往回走。母子俩没有任何愧疚感，反倒狠狠地舒了口气。高亮在天桥下自生自灭，这个结果却是我喜闻乐见的。老婆，房子卖了以后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刚坐到沙发上，高爽就把我们家的房产证拿到了客厅。亲家真抠，名字也不写你的，不过还好，可以去改。他这语气说得像他买房子的时候会写我名字一样。还好当时我爸妈留了个心眼，房子写的是他们2老的名字，
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再装了，直接把他们的东西打包扔了出去。你们可以滚了。我看着一脸懵逼的两人，好心的提醒了一下：“这小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王华兰最先反应过来，双手扒着门框，使劲往里挤。我给赌场老板创造了好几百万的价值，作为感谢，这一段时间他的保镖任我差遣。人出来的瞬间，高爽吓得缩紧了脖子。贱人，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好狠的心！呵呵，我心狠。他看着小茹被高亮这畜生欺负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心狠？这就是报应。我内心毫无波澜。孙云，你个骗子！高爽说着就要对我动手，但是保镖们也不是吃素的，几个大汉拉着他，3下5除2就把他揍了个鼻青脸肿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王华兰呼天喊地，一个劲儿地求我。看着高爽疼了，连叫唤的力气都没了，我才让保镖住手。你不想跟高亮一个下场，就签了他。我把提前拟好的离婚协议甩到了他脸上。高爽恶狠狠看了我一眼，满眼的不甘心。可是在8个壮汉的威慑下，还是只能乖乖签字。这次事情之后，高爽被打得干不了重活。王华兰或许是良心发现，从天桥下接回了高亮，一个身无分文的老人要在城里养活2个儿子，简直是难上加难。老家的房子也在他们来投奔我们之前卖给了别人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得艰难地在这待下去。几天之后，我看到了穿着环卫工人服装的钱婆婆，原本保养得宜的黑发也被灰尘和生活染成了灰白色。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她立刻撇开了眼睛。解决了这一家子麻烦之后，我职业上一路顺风顺水，各种分红拿到手软。不到半年，我就全款买了套小别墅。小茹也通过心理治疗走出了阴影，复读了1年，成功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。经过这件事情，让明白了一些道理：结婚一定要慎重，不能只凭感觉而不去考核男方的家庭成员，否则吃亏的只可能是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